正最近有个讯息，我吓一跳，汪小菲他的麻六剂里面有人吃了之后，他身体变得不太舒服，有人说什么上吐下泻，还有人说什么，这麻六剂吃的东西啊，比我吃泻药还有用。对啊，这个真的是汪小菲的麻六剂，首次来到了这个洛杉矶。没想到出师不利，10月28号才开始正式营业，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好多人就在网络上留言，留什么？他说比我的泻药还有用啊！他说啊，我跟我老公吃完之后已经拉了1天1夜。你看到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什么？直接在那一家的店面直接贴上去，对。关门了，已经关门了，不用干了，因为太多人出事了，太多人去投诉了。他就是说，违规项目，加州健康与安全法规啊，113996条啊，不安全的食品温度。然后呢，从那个11月5号开始，那我们刚刚不是讲吗？你10月28号才正式营业，就不到1个礼拜啊。现在进行一个疫情的调查当中，而且更荒谬的一件事情，他被人家发现哦，他食物里面跟饮料里面竟然有包括什么？丙烯硫胺啊，这根本就是化学剂啊！那这个物品啊，可能会导致癌症，甚至其他的一个缺陷的问题哦。所以人家想到说，到底怎么一回事？你不是好不容易才来到美国吗？然后才说要来开始抢滩投保，就第一家店马上就出事哦！你看哦，现在包括人家发现，你不要说是美国人肠胃增弱，汪小菲的麻六剂开店10天就是多人用餐腹泻啊，太坏了吧！直接用这种标题，自己有问题的食品还笑人家美国人肠胃弱，然后现在大家都来起底啊，这个麻六剂哦，在自己本店啊四川这边问题超多，你看吓死人！7月份、9月份都发现你这个酸辣粉竟然是超生发霉的，你知道？假的，而且他直接跟你讲啊，后来对啦，我们其实他说我们是6月16号跟6月18号2个生产批次的，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代工厂啊，四川白家阿宽食品生产过程当中，因为消毒的一个环节不足，所以导致部分产品，你现在看到有没有？哎呀，很可怕，真的是绿色的，我都快吐了，还有霉耶。而且他跟你讲只有6月哦，什么只有6月？后来被人家发现连9月都有，所以根本你从头到尾，你这生产环节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呀。人这个6月跟8月，6月16跟18号被人家揪到而已，所以你看到现在连8月6号的都有，还有呢，包括他们自己内部也在报道哦，买到这个麻六剂的一个酸辣粉出现粉饼发霉、黑点异味，甚至有人他说他连开4盒全部都发霉。拜托，你买盲盒都没那么厉害，连开4盒都发霉，这个中奖率是100%，这根本是你自己从头到尾生产就有问题。除此之外，10月26号还有那个就是他们中国的消费者就是去吃啊，他就说这个正东万象城里面的麻六剂，你看连碗，你们看到那个碗太夸张，这碗到底是有起来没起来？旁边一圈全部都是油渍。结果呢，他就跟他说：“你根本都没洗干净啊！”他说：“有，我们是有洗的，不是我们要用白色的碗，那个过1个礼拜之后就得泡一泡，不泡就会有这个颜色，洗了是发黄而已，不是没洗。你在讲什么？看到就是脏的，有什么好讲？然后呢，后来人家被人家发现，你这个相关的麻辣粉哦，问题实在太多。现在啊，这个麻六剂的这个酸辣粉，竟然有20多家的麻六剂全部都注销，全部都倒闭。你说这边通通全都是。对，全部都暂停。结果还有什么号外麻六剂倒闭了21家，结果都列在这个地方，超多的。你看，成都的太古店啦，中原的正红会店啦，龙湖的滨江添加店啦，什么河南郑州店啊，通通都关了，全部都关了。所以人家就讲说，这个麻六剂酸辣粉哦，现在出现所谓的发霉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而且是你看，这个太恶心了。OK 泵，还连 OK 泵都有，你知道吗？他说没有证据不予处理啊，现在连 OK 泵都有了，他们只好从头到尾都可以拍片给你看。他说你这个从发霉啊到个连 OK 泵都有，这个麻六剂的酸辣粉的问题哦，真的还不是普通的多，是超级夸张的多。那现在后来他们就说中国这食安问题实在是太频繁了。频繁到现在连他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哦，都怕你顾客拉肚子。他怕顾客拉肚子，不是说他把他的环境弄好，不是说他保护他的食安，他是先给你解毒，他加抗生素。
不开玩笑，刚刚真的假的？以毒攻毒是真的，你这食物加抗生素，我真的快被笑死。然后说他怕他们自己的菜不新鲜，所以呢，我在菜里面给你加抗生素，怕你拉肚子，所以呢，我抗生素哪能这样吃啊？真的是太荒谬了。所以有在中国这个食安问题，甚至已经演变成是下毒的问题，这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太恐怖了。宇轩，我们都知道中国最近跟日本的冲突非常多，为什么？中国战狼直接呛下说什么我要斩首高市早苗，这句话已经让日本人不爽到一个极点。就像在日本更不爽是什么？你中国人不要闹了，你不要把这个抖音谣带来我们日本。大家知道，我们先前谈到说中国的抖音上特别是他们的直播竟然还在冲浪，但没有人叫你浪到日本去啊！你现在看到这个是什么？西部呀，比如说涩谷这边的街头，大家知道109那个招牌那个扛棒。结果没想到中国有一个男团他叫做 F3蓝团，打篮球的，本来是在玩这种街头篮球呢，因为搞起来搞不太火红不起来，所以呢只好呢沦落到抖音上。结果没想到他们就直接跑到日本这个涩谷最知名的十字路口，也就是所有人会鱼贯入目，跑到这个十字路口上跳舞。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搞错斑马线呢？结果你有没有看到他一站呢就站非常久的时间？因为我有看他的直播，他跳了将近我跳1-2个小时。就在那边一直跳，跳不停，然后那边跳舞说：“我让你见识看看我们中国的篮球谣啊！”是，日本人见识到你们的实力有多高，见识到你脸皮有多厚。他说：“你看，一个敢跳，一个敢看啊，怕啥？这个地方好，没有保安，要怎么造？因为你如果在中国路上你敢跳这个跳10分钟马上公安就来问你有没有申请证明文件，对，没有的话就把你带走，聚众滋事。就你看他们就这样，想说日本这个地方没人管，在那边一直给我篮球，在那边耍，而且 Day One 他穿 Man in Black， 我有仔细看一下他的西装，看他的衬衫实在有够阳春的，就是这种看起来像劣质品。结果隔一天呢，他给你说我穿大红，不愧是中国人，看到红色你就受不了，对不对？我就知道你们中国人绝对受不了想穿红色的，穿着大红西装就在那边给他直播。结果你知道吗？刚好遇到天气不好。雨下的特别大，他老兄呢还是继续在那边跳，但问题是他跳的是篮球舞嘛，那雨特别大，球会干嘛？特别滑，湿了，不止湿了，正好球一直滚走，你有没有看到？那球就不断的持续的滑走，然后他也不放弃，说没办法我们这个球特别滑，但是我们继续把它撑下去牛逼就最后你知道吗？连中国的这个网友都受不了，讲说什么丢脸丢到国外去。舞告更小，在日本根本大炸锅，日本人就在留言说，中国舞团跑到我们这边涩谷来要说让日本人了解这种篮球舞的魅力。请问一下，有拿到道路许可吗？对。然后你看日本人怎么说，就说这是叫无耻，丢脸死了，甚至有人说要跳你去天安门跳。但是呢，你知道吗？他们完全没有感觉到羞耻，他们觉得很荣耀，为国争光。他直接跟你讲说，下雨天湿滑，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球虽然一直掉，靠着强大的默契迅速调整，呈现精彩的视觉响应，这是他们自己自称。他说这个叫做精彩的视觉响应 ，OK？ 但你以为只是这样子吗？最近有一个倒霉的国家，就是汉江，还记不记得到我们先前各位介绍过所谓的大妈暴走团不好意思，大妈暴走团出征了 ，Running Man 不是，他是 Running 大妈，他跑到了韩国去对，汉江去然后问题是，你知道他们更狂什么吗？乐仪队，3军乐仪队，然后呢，下一刻穿军服，他就直接穿着军服然后拿着红红的旗子，就这样跑到了。你说我们在韩国这样子干？对啊，穿军服太敢了吧！所以你知道韩国人有些没有看清楚，想说现在是怎样解放军打来是不是凭什么拿着他们的国旗就是这个大妈还理直气壮这样子呛他们说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运动服，我们拿的是我们的团旗，绝对不是什么样的国旗但是我跟你讲这红彤彤的，谁不知道你是中国人？来，各位，我们已经讲了2个了，中国都喜欢穿红色结果呢，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东西我倒觉得香港人算倒霉，为什么？跑到香港去，香港也有暴走团，但你知道香港就是他们，反正对中国的情绪就很仇中了嘛，而且他们都去到那种精华地带，刚刚是汉江，对不对？他跑到了九龙文化区，他跑到九龙文化区去跳舞，而且疯狂暴走，来回走3圈，而且连北潭涌这个地方呢，到处都看到，很像什么危险生物出没。很像日本有熊害我们讲的，现在世界各地，包括日本、包括韩国，有所谓的大妈害这种跳舞害，甚至是呢把这个人家的用路权直接给挡住。但是看到接下来的画面，各位你就不会生气，你会很疗愈，
因为刚好有大妈暴走团，狭路相逢勇者胜 ，A 团遇到 B 团就正面，他们开战啊！对，直接马上不去练武士了，现场就直接打起来，一个大妈扇另外一个大妈耳光，另外一个大妈扇另外一个大妈耳光。我想说，如果说你们要这样演我可以看一整天没有关系。你如果直播要看到两边互扇，我是没意见，但是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可怕了，因为这个叫什么？中国暴走团变形。你知道进击的巨人有骑行种吗？这个是真的假的？这骑行都是真的。那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做那种我们讲健身里面最累的，他做这个叫做鳄鱼爬。鳄鱼爬，对，他就是练核心啊。这是山路哎，不是超累，那是斜的，我都觉得这是开玩笑啊。但是有一些大妈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梦想，可能年轻的时候有做过我们讲空服员的梦想吧，你知道吗？每个大妈穿着我们讲的类似空服员或者是军装的衣服然后推着行李箱，他们讲推着行李箱，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到底代表什么意义？我真的完全不了解。我现在内心的只有阿弥陀佛说，还好他们不会骚扰到台湾来，但呢，只能苦了日本跟韩国的民众们。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